迎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前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关心伊朗跟以色列的这场战争，到底它的规模会多大，又会波及到多少人呢？我们先来看看伊朗，他宣称呢，已经使用飞弹攻击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可能指的是这个摩萨德非常有名的情报机构，说是已经把它给炸毁了，并且还附上了影片那这个战斗已经正式开始了吗？我们看到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他说要强烈反击以色列包括动用各种可能的武器前几个这个小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伊朗他释出了一段影片有人就摸着这个核子弹头的画面，还写着 maybe， 是不是暗示他们要使用核武器呢？那我们看到消息人士已经透露了，伊朗也准备好了这个领导人遇刺的情况下各种的应变措施，包括你刚刚看到那个17秒的画面，就是伊朗刚刚release 的那个画面非常可怕就是一个核弹头，然后去摸它，然后说 maybe。在威胁恐吓这个对手，也威胁恐吓全人类某种程度是这样的。我们先来看看所谓的极音速飞弹这个是法塔伊朗的官宣说我要发射这个就可以突破你以色列的神话般的防空系统。因为众所周知以色列的铁穹它可以拦截率是蛮高的可是极音速飞弹你拦不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觉得这两国会不会互相毁灭呢？而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总理防长连续2天都说要斩首他们的哈米尼嘛他说你会跟海珊一样的下场。总之现在这个阶段两边互相放狠话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海珊这个可能有些人不知道这个海珊政权是在2003年遭到美国为首的联军推翻，2006年遭到处以绞刑，所以纳坦雅胡说跟海珊的下场一样，意思就是狙杀这个哈米尼然后来终结这个冲突。而另外我们来看看防空这个以色列的防空成本当然非常的惊人将近3亿美元，可是最多只能再撑12天。这是根据以色列的财经报纸他的估算，他说以色列每天晚上的防御成本高达2.85亿美元，一个晚上就要烧掉这么多钱。在没有美国的补给，还有伊朗维持现有的攻击强度的情况下以色列的防御系统只能再维持10到12天。那现在美国的角色大家都在看，川普到底会不会介入以色列的这个跟伊朗的战争？因为以色列是川普非常好的盟友嘛我们看到川普就威胁伊朗说你要无条件投降因为我知道你的最高领袖躲在哪里某种程度他跟以色列一样同声一气在威胁说我要斩首了大概话中的话是这样。那川普跟纳坦雅胡通话说美国或许会考虑加入以色列还有伊朗的战争来攻击对方的核设施像这样的传言不断的有报道出来。那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是美国要动用碉堡克星这个东西大家在这个乌克兰的战场上可能也有听闻来帮助以色列，因为它可以钻到这个地底下60公尺，而且是很硬的那个岩它都可以钻进去。因为一般来说大家认为伊朗的核设施现在在地底下所以他可能要派这个东西去摧毁伊朗的核设施。那这两国的冲突升高了，美军现在部署更多的 F-16还有 F-35的战斗机到中东所以中东现在的情势是真的非常的紧张。那另外呢，美国的印太司令部也升级了安全警戒等级，包括我们在这里台湾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在这个包括南韩这个美国印太司令部的责任区的所有设施已经将部队的防护状态由 Alpha 提升到 Bravo 就是比较高的一个等级。那我们看到如果川普下令参战的话会怎么样呢？伊朗官员说我非但一定报复你美军的中东基地，这个地方有很多美军基地。伊朗还有以色列的战争现在可能决断于美军会不会介入。
以色列说他看好美国最后会加入行动，我们在等待川普最后的决定。那中国大陆呢？另外一个大国的态度又是如何哦？习近平谈中东局势，他深感担忧，说军事冲突不是解决问题之道哦，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维护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另外我们看到呢，中国也暗指美国对以色列有特殊影响国家应该以一降温。你对这个以色列有很大的功能啊，你讲的话他会听啊，你应该要劝他们不要这么干，大概这样的意思。请教将军。我先将战场的目前的状况跟各位观众做一个报告。目前伊朗跟以色列方面来讲的话，可以说是这个互有斩获哈。那伊朗的优势在于它的弹道飞弹的攻击哈，它弹道飞弹打的也是这个非常的有它的这种节奏哈。它首先初期它是搭配它的无人机，因为它那款无人机叫见证者136。那这款无人机它不是用电池的，它是用引擎活塞发动的，所以它可以飞行1000多公里没有问题哈。那这款战机也曾经支援俄罗斯去打乌克兰，所以它这款飞机飞过去，那第二波来讲的话，它都用它的这种比较传统旧的导弹，也就是类似飞毛腿这种飞弹哦。那这些无人机跟这些导弹，它就是牺牲打，它就来消耗你以色列的防空导弹哦，包括萨德啦，或者是铁穹系统，将你消耗掉之后，紧接着它后续第二波来讲的话，它就用它的这种极高音速的导弹目前来讲的话，大概就是法塔赫1型或者是2型这些导弹。那这些导弹，因为你前面那一波已经被消耗掉了，那你也判断不出来这一波过来的导弹是哪一款导弹，就很容易突穿，由于它终端速度是可以高达到10马赫，另外它还会有变轨，也就是它弹头部分它会这个有左右发射的这种可以让它左右偏离哈，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来讲的话，它的很多重要设施到包括它的城市也都被打到大家不要以为说是伊朗是在这个狂轰滥炸一顿，我觉得照目前看起来，他也打得非常的精准，包括他要打他都对等性的攻击。你看，包括以色列的国防大楼被打到，包括他的研究所被打到包括他的炼油设施被打到，甚至于他也针对纳坦雅胡的住所被打到。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几个地方相对于就是伊朗被攻击的都有相对性？伊朗的核研究所设施、它的军事基地、它的斩首作战，还有它的这种这个研究地方，还有核设施、军事基地，大概都是我觉得都是相对对等的来做攻击。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是伊朗来讲的话，它只是这些导弹都精准度不高，我觉得反而证明它精准度很高，因为它都选择性对等的攻击。那以色列攻击的方式采取什么？它现在来讲的话，以色列纯粹就是具有空优它第一波攻击已经将伊朗德黑兰上空的所有的雷达还有防空导弹设施已经打掉了，所以现在整个伊朗的上空都是以色列的飞机。那他利用他的飞机对伊朗来讲来实施这个空袭作战那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来讲急于将它的加油机要运到中东地区去，因为这些飞机飞行都要奔袭将近1-2千公里，中间都要经过空中加油所以因此来讲美国将这款加油机这个好几架31架加油机运到中东去，很明显的就要支援以色列来讲的话，持续对伊朗来做空袭作战，因此双方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很难看得出来孰胜孰负，这是战场一个状况。那我觉得后续来讲的话，我觉得现在川普真的是非常头痛，打与不打间这个川普千万难，他现在面临很严重一个抉择，而这个抉择下去之后，可能会改变所有，不但是中东的战局，可能人类的历史都会改变到。因为如果说是美军不参战的话，那以色列来讲的话，后续如果说是他的防空导弹用尽了，那后续会不会说是紧接着就是像这个黎巴嫩真主党或者是哈马斯组织它的一般的传统的导弹就可以对以色列来实施攻击，因为你的防空导弹都耗尽了嘛，它这种导弹胡塞这些就可以对你实施攻击。所以说美军如果我说不参战的话，以色列党会面临这个后续来讲会面临这个很严重的一个后果。但如果参战来讲的话，那后续我觉得会更严重。第一个就国际战略来讲的话，现在来讲的话，远东地区就是西太平洋地区来讲的话，
会变成美军军力的一个空虚状况。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李米兹航舰已经赶赴中东，那现在留在西太平洋，也就是横须贺那个艾森豪航母只剩下一个航母战斗群。那解放军来讲，目前他已经成军的山东辽宁号，现在还在你关岛地区来忽悠。那如果说2艘航母战斗群对你艾森豪号来讲的话，其实会造成西太平洋美军的一个战力空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觉得更严重的就是说，如果说是美军参战来讲的话，很可能面临它会被卷入中东战局，也就是说不利于美国来讲它的脱身。如果美国没办法脱身来讲的话，对于美国的 MAGA 行动来讲的话，也会遭遇到很大的困难。所以美国自己现在内部也面临2派，一派是参战，一派是不参战。所以我觉得川普现在来讲的话，他面临很重大一个抉择。那目前看起来，川普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现在还很难判断出来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是，来请教彬哥怎么看中东？现在伊朗就是说今天晚上会给大家一个惊喜，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惊喜，没有人知道。我们有人猜测是核弹，我个人认为可能性不高了，因为伊朗的核弹应该是还没有做出来。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他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攻击，我们就来看。因为哈米尼是讲的看起来很认真，说现在要开始战斗，那他们也做了这样的宣告，那所以到底会怎么样？我想以色列跟美军还有英军都严阵以待。实际上，英美早就介入来帮以色列做空防。那如果以这个就是弹药的价格来看的话，以色列当然去拦伊朗这些飞弹会非常的划不来，因为它的东西非常贵。可是你不拦也不行，你也不知道它到底会怎么样。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到最后就是一定要依赖美军的资源。实际上，美军在过去这1年多2年已经支援了以色列非常非常多东西了，因为事实上，光靠以色列本身的库存跟国力，它根本就不可能打这么久的战争。但是美军就一直在帮他输血。那如果川普接下来会介入那个伊朗跟以色列之间的战事更深的话，我想最高兴的人第一个就是普丁了，因为这等于确保了乌克兰不会受到美国方面的支援。泽伦斯基前2天才在叫说，你把我2万枚防空飞弹都给了以色列，那我就没东西了。那如果美军自己真的介入这场战争，那就更保证乌克兰不会得到任何东西，因为他一定把所有的资源优先供给美军嘛。那可是美军介入这场战争要打到什么地步？比如说像川普所说的，直接狙杀哈米尼吗？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掌握到哈米尼的行踪。可是现在你先这样讲，是不是叫他跑？你这个到底是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这是一个。第二个，伊朗也告诉你，我们已经做好领导人被狙击的准备。所以什么意思？因为不要忘了，哈米尼本身是精神领袖。你如果把他打死，其实只是让这一些伊朗内部的这些宗教组织更加团结而已，因为会把他奉为圣人。那恐怕情况会更糟。伊朗为什么这次会被以色列渗透的这么厉害？就是因为它内部非常的不协调，它内部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主张。实际上，就是宗教力量对伊朗内部的控制力量是正在衰弱当中的。所以，如果你经过这场战争，甚至直接把哈米尼狙击了，那搞不好会让宗教势力重新大振，反而巩固了伊朗的内部。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来讲，对以色列来讲都不见得是个有利的消息。那对以色列来说，他当然希望美国介入。美国介入的话，第一个他自己本身压力减轻，第二个主攻方就不在他了，那就变成美国了。那川普有没有可能会选择要去进攻呢？我觉得是有可能。为什么？因为川普上任到现在，他一直缺乏一个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胜利。那他现在看到伊朗被以色列打成这样子，对他来讲 piece of cake， 他进来可能一下就碾压了，那他可以马上就宣称胜利。所以川普会不会这样做？是有可能会。所以我觉得中东现在情势非常的不稳定，只要有一方做出错误的判断，可能就直接战事会整个扩大起来。真的，老师，全世界为什么高度关注这件事情呢？最主要是因为川普的态度微妙的发生了变化啊。第一个，他已经暗示说他知道哈梅尼在哪里，那这个意思也就是不排除就杀掉他。他只是说我之前都说不要杀，但是他的意思也就是我一直定位到你，那大家都听得懂啊，就是必要的时候他就杀了，这是第一个。这样的一个对一个国家的
政治宗教的精神领袖直接威胁他的生命，这个很多国家是没办法接受的啊。就好像说，如果有一个国家直接威胁说，哎，这个川普我都知道你在哪里，那我的导弹随时可以去击杀你，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有一个国际间的标准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川普又说我给你一个条件，就是无条件投降，这是一种羞辱式。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神权统治的一个国家，这个神权统治这个伊朗也已经快半个世纪了50年了。然后他是第2任的精神领袖，而要他无条件投降，他怎么可能可以接受？这等于是让你无法接受的条件。接着他就说，我24小时到48小时内，我的耐心已经用完了，你要给我做决定。那这个就是向埃德美顿书嘛，最后通牒了。这样的一个态度，等于是美国要在24小时到48小时内要做一个决策，介入还是不介入。那为什么川普的态度会转变？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没有像这个内塔尼亚胡刚开始所宣称的那样的一个顺利，因为很明显的，伊朗并不是当初想象中那么的弱，伊朗的反击能力似乎是越来越有效了，而以色列的防卫能力已经越来越弱了。那也就是说，它的防卫已经出现一些疲乏的现象。伊朗的这个高音速的导弹突穿，然后去有效的攻击，开始产生效果。那这个对于川普来说，他内部里面承受共和党鹰派的压力越来越大，因为本来川普他的团队主张的是孤立主义，也就是不出兵介入区域间的一个军事冲突。现在看起来，他受到的内部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再加上民主党都随时要反噬，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在美国一波新的反川普的力量正在集结。本来川普第2任上来了以后，我们看到美国的反川普的力量似乎比他弱了，但是由于这一次的反阅兵 No King 活动，2000多场的这些反川普的这个动作，这种能量的一个聚集，开始已经出现出美国的社会又重新恢复反川普的这种活力了。我觉得这个对川普来讲，或是对共和党来讲，他内部的压力越来越大。那他对以色列的态度开始在转变，从鸽派转向鹰派的这样一个动作的时候，我个人是认为是这样子。开始海珊的案例被拿出来，这是马克龙所提出来的。其实戈达费的案例也被拿出来，那也是马克龙所提出来的。可是问题就在于这2个都是反面的案例哦，也就是所谓的反面的案例，也就是说，你把海珊杀了，并不表示伊拉克从此以后它的政局就稳定。伊拉克到现在还是在内战中。利比亚戈达费被杀了，利比亚到目前为止4分5裂。换言之，也就是说，伊拉克也好，利比亚也好，目前来讲，它的人民生活的环境跟处境比以前的海珊、比以前的戈达费更糟糕、更恶劣。但是这个是马克龙的观点，但是问题是对以色列来讲，对美国来说，他怎么会在乎呢？他怎么会在乎你伊拉克跟利比亚你的内部好不好？换言之，他怎么会在乎一旦把这个革命政权打趴了，或者把它打了以后，造成伊朗内部的动乱，动乱了几十年，他怎么会在乎呢？我想这个是一个逻辑上的不同。但是问题就在于美国会不会从中得到好处，我们也怀疑。川普面对这么复杂的国际形势大家也都在看他的举棋不定，而国内一样乱糟糟。我们指的是美国国内，你看到他的大追捕所谓的非法移民，现在连民主党的官员或民主党的政治人物也被逮了你看到的这个画面是发生在纽约，这是纽约市市长的参选人兰德，他是民主党籍的他在移民法院外本来要带走一名所谓被拘捕的被告的时候遭到联邦移民还有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的探员拘捕直接把他扭送这个上铐据说他的手是被上铐的那当然事后呢他有抗议可是美国国土安全
宣布说，兰德因为袭击执法人员，还有妨碍联邦官员执法，所以他被逮捕，还说没有人可以凌驾法律之上。到了当天下午4点左右，你看到联邦检察办公室调查完了之后呢，是让他先离开说他还要再看看他有没有非法的行为，最后才会再决定要不要起诉。可是包括这个所谓的大搜捕对一般的移民或者是非法移民还在如火如荼你看到洛杉矶的骚乱之后呢，尽管洛杉矶的市长宣布解除宵禁，可是警方现在已经拘捕了575名的抗议者，好多人因为戴口罩或者是有滋扰警方执法的情势被逮捕了我们看到 ICE 恢复突击搜查非法劳工，因为他们有 quota， 他们有这个额度的，每一天他们要捕捉逮捕3000人。所以你看到很多人逃的逃，藏的藏，一片混乱。而另外呢，我们看到芝加哥的 ICE 说，我们现在每周7天都要做街头巡逻，没有分假日啊，每天都要上去啊，要执行移民法全美国各地遍地烽火，所以你看到这么高强度的追捕搜捕让这个花费急剧上升。他这个预算已经超出了10亿美元因为这些人要吃要喝你看那么多警察，还有都还没有算那些被砸毁的一些街道车子等等。那国土安全部官员下令现在要恢复农场、旅馆还有餐厅的无证移民扫荡。前一阵子有短暂的停止，可是现在要开始了你跑去农场找那些非法移工，去旅馆找那些在铺床的移工，还有餐厅洗盘子的移工，通通抓起来。所以就会变成什么样？劳动力拉警报了，没有人去帮你摘水果，没有人去帮你铺床，没有人在餐厅帮你洗盘子所以对加州各行各业造成了严重的打击。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呢，美国现在的经济看起来也很不妙，包括川普不是说他就任的时候不是说有一个金卡签证吗？现在有很多人去抢，7万人去抢。那当然可以拿到这个不少的这个收益，可是如果你算这个美国的联邦政府的赤字的话，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现在增加已经达到了2.8兆美元这是来自于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最新报告说，这个因为共和党的大而美法案，预计未来10年会使得联邦赤字增加高达2.8兆美元，这么多很恐怖因为这个还没有含这个之前的2.4兆美元预估远高于不含动态效果的2.4兆美元预估，就是更高了所以现在市场信心这些都会有打击的。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美债需求前景有裂痕，什么意思？外国央行、外国政府不断的在抛售你的美债，所以从3月底以来，累计减少的规模已经达到480亿美元，大家都在卖，因为没有信心嘛。所以呢，这个包括这个知名的债券投资人就警告说，美国濒临崩溃边缘，40年来的长债稳赚就绝对不会赔钱的神话可能破灭了。当时大家都会觉得，买美债最好的避险的一个这个工具因为尤其是长债，现在已经没有这件事情了。赖老师，拜登执政4年的无能而且没有绩效。那川普第2次上来了以后，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反川普的运动事实上是偃兵息鼓了，没有动能了。但我们刚刚讲的，由于这一次川普的大阅兵，然后这个阅兵真的是很糟了被人家批评到不行，连那个新兵入伍的那个齐步走都比那个阅兵的那些军人走得好看那但是问题就在于2000多场的这个反川普、反那个 No King， 就是反对这种专制反对这种独裁者的这个运动，在美国烧起来了。在美国烧起来，事实上这种反川普的运动已经有效地唤醒了大家，就是第一任川普的无法无天的一个时代。那这个记忆被重新唤醒，重新唤醒了以后，这个能量越来越大了。所以我们看到纽约是民主党的大本营那这一次纽约的市长的候选人在这个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这一次的被这样子一种强制性的逮捕那他会发酵，他会对于他的选举会产生一些变化。但是
我们也留意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对于美国，他们一直在强调说啊，对川普的 ICE， 他们一直在强调说要依法论法、就法论法。但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被人家质疑他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他是现役的军人，他不是这个警察，他也不是国民警卫队，他是一个现役的军人，是在海外作战的军队。他被下令去协助国民警卫队执法的时候，按照规章，他只能对于非法进入美国境内的外国人去进行把他拘留啊，把他移送法办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可是他没有权利对于美国的公民做任何一件事情，因为现役的军人对于美国的公民不可以做任何一件事，这是法律规定。但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他们却对于现役的对于美国的合法的公民去进行限制他的行为、限制他的行动，甚至拘禁的这样的一个拘留的行为的时候，他已经被质疑他们是违法了。所以等于是川普自己要强调说，哎，你们要依法论法啊！你这个纽约市的市长候选人，我们是依法就法啊！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我们就这样做。但是 ICE 自己本身违法，他所调动的国民警卫队本身也违法，他所调动的这个海军陆战队本身也违法，这个就显示出这个两套标准了。我觉得越是这样子来推，在美国的境内的反对的力量就会越大，美国的国内啊，这个反川普的力量、反共和党的力量就会慢慢的在扩大。一旦扩大的时候，对川普、对共和党的执政就会越来越不利。我个人推断，就是明年美国的期中选举结果可能会越来越难看的。如果川普再不做出成绩来，可能会越来越难看。另外，有关于川普金卡的签证的问题，这变成是两种说法。是，昨天我们才看到一个新闻，说这个川普的金卡，这个去申请的人数很少。今天这个卢特尼特就说没有啊，很多啊。他说7万人。那到底是多还少？一个是说寥寥可数，没有人有兴趣；一个说很多，那把数字公布出来嘛。另外一个，去申请的人是不是很多的有问题的人？以目前美国的情况来看，美国很多人都已经想办法移民出去了。那想办法移民到美国的人，而且有500万美金的人，那是什么人？是不是毒枭多啊？诈骗犯多啊？是不是有很多在海外做诈骗工作的人，他们已经拿到钱了，他们就去买一个金卡，就变成美国的合法公民，继续美国的有绿卡的人民，然后就继续在海外做诈骗工作。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要弄清楚哦。是，如果很多的无数的诈骗犯、毒贩、有前科犯，他们都用500万美元就能够买到一张这个美国的绿卡，那我觉得这张绿卡就变成犯罪者的天堂。是，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了。来，彬哥，我觉得现在你知道，我一直认为就是说，当抗争活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是抗争的群众的怒火会越来越强，那执法的这些人员的怒火也会越来越强，所以冲突就会越来越多，而且越到后期，执法会越来越不择手段，因为大家都会失去耐心。那现在美国看起来在逐渐走入这个状况，那现在连这个市长参选人都要把他抓起来，这太好了。我觉得这个是在帮他吹票，非常明显的。我看他其实是很高兴，他其实民调落后哎，对他其实民调落后啊，但是现在你在帮他吹票啊，他开心，对啊，他开心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他赚到了。那可是问题是，这种现象对美国来讲绝非好事，因为这一类型的冲突会越来越多。你要知道，这个人因为这样子，他的民调如果真的因此上升了，其他人会因为大家都要选举啊，接下来很多人都会跳出来，就会跟你抗争。我也被你抓一次看看，我也被你上铐一次看看，看看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变化。那这样子冲突就会越来越升高，这个对美国内部绝对不是好事。但是看起来现在川普是骑虎难下。他也不想停，也不能停，因为这时候如果停了，那就是他口又出现了。可是他不想当他口呢，可是他只有让美国内部变得更乱。现在美国反他的力量越来越大，那在这种状况下，他现在川普看起来唯一的对策就是我用更强硬的方式对付你。可是我必须讲，就是如果对美国的文化稍微有点了解的话，
美国人是不吃这一套，美国人你对他越强硬哦，他们反抗会越强。所以我觉得，因为他们已经自由惯了这么几十年、上百年的自由了，你现在突然之间来一个这一种态度的对我的钳制，美国很多人是受不了，所以我觉得他一定会招致更大的反抗。那更不要讲美国因为这样劳动力大量丧失，我都不知道，你又希望制造业回流，你又在歼灭自己国内的劳动力，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东西哦。那对川普来讲，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经济问题。其实美债啊这些东西为什么到现在一直无法解决？很简单嘛。大家就对你川普这个乱搞会造成的经济前景完全不看好，所以你如果没有办法让国际的局势跟美国内部的局势稳定下来，这个经济的问题就无解了啦。但因为这个时候谁敢去投资美债？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的话，等于川普现在正在打破美国几十年所创造的国际秩序，他在告诉很多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美国过去那一套过时了，我们现在要来一个新的，但老大也不一定是美国，大家都有机会。我们一起来吧！我觉得他放出的这个讯息，会让世界进入更加冲突的世界。是，张军。美国非法移民的问题现在确实是烧得很旺哈，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一句话叫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已经这么多年累积下来的问题，你想要在短时片刻之间将它解决来讲，会一定产生很大的一个骚动哈。现在川普正在做的就是这件事情。那第一个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其实这些移民会有这么多的移民到你美国，就代表说你美国有这种需求嘛？因为你基层的劳动力来讲严重的不足，必须要靠这些移民进来解决你劳动力的问题。包括我们刚刚所讲的果园里面摘水果啦，餐厅里面洗盘子啦，哈，这个饭店里面打工的这些人大部分都躲在这个后面咔咔角。其实，在餐厅里面真的是在前面柜台工作的，那都绝对不会是非法移民。那你美国，你川普现在用这种手段，就是下令不管3C21，就每天要交3000个名额出来，就让这个 ICE 这些人员到处去抓人哦，然后哪边移民多，他往哪边去抓。反而你抓的这些人，最容易抓的这些人都是什么？都是在工厂里面移工的这些人。那真的是造成美国社会这个治安不好的，包括贩毒的、走私的。或做坏事的这些移民，你反而不去抓，这个，我觉得这个本末倒置了。那另外来讲的话，我特别要强调，其实人家这些非法移民，他们是有缴税的，他不是没缴税。那时候你叫人家工作来讲，你叫人家收税，现在来讲，你又把他抓走，这个要把他遣返回他墨西哥去。其实很多移民，其实你看他处境我们回头来看的话，很多移民他移到这边来已经20几年了，20-30年了，他都没有拿到正式的身份证。他小孩也在这边出生，甚至于他孙子在这边出生。你现在将他移民回去，他回到墨西哥，他怎么生活？他一个亲人都没有，所以会造成很大的这个人情的这种亲情的一个问题。那在这种状况下，当然会引起民众的一个这种同情心或不满的情绪会出来。那接着的话，我讲美国如果说这次来讲，它美债已经这么高，当然现在来讲，如果它真的是卷入伊朗这场战争来讲的话，我觉得会很可怕。美国来讲，你知道阿富汗战争，它打了20年，它花了多少钱呢？2万亿美元，也就每年平均要将近花1000亿美元。那如果说你卷入这场伊朗战争来讲的话，我觉得对美债来讲的话，那会更加的雪上加霜。我觉得各国之间，如果说这场爆发来讲，会不只是中东地区地缘战略的一个不平衡，更会造成全世界一个经济的一个大动荡。因为我们可想而知嘛，如果说你美国还要借钱去打这场战争，那后续结果我们可想而知。所以说，其实川普现在在做这个决定了，他要不要加入？他如果说加入的话，美债会更严重；不加入的话，以色列很可能面临灭国的危机哈。所以说，打与不打间，这个真的是川普千万难了。是，来看看这个标题：习近平比川普更可靠吗？问号。澳洲人态度急剧转变。相信这个国家10年之后全球最强。我们来看看，这是来自于澳洲智库洛伊研究所的最新研究报告。其中有一题，他是问这些受访的澳洲民众说，你认为底下哪一些国家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贡献最大？你认为他最有责任感大概是这样的意思。结果澳洲民众选出来，第一个他们认为日本
对这个全球最有责任感他最信任啊，就换句话说最信任就日本，接下来是英国85%，再来是法国80%，印尼58%，印度54%。来看美国，它应该还是世界第1强国吧？可是呢，川普上任之后，他的信任度在澳洲人民心中急剧的降了20%以上，比起去年上一次的这个调查只有36%。那中国大陆是20%，比起上次是多了一点点，因为过去大家知道澳洲跟中国大陆某种程度是这个处于一个比较互相不信任的状态所以有慢慢的回升。俄罗斯很低，只有11%。那我们看到呢，这个36%的澳洲民众对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表示一定程度的信任，这是我们刚刚看这个调查，可是比去年下降20%这个是下降非常多。那中国大陆呢，在2022年的时候，其实跌到最低点是12%，现在开始慢慢回升，现在爬到20%。那澳洲人认为可能未来10年后，中国可能会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个是56%的澳洲人是这样想的。那58%的澳洲人认为中国将在10年后在技术上领先美国必须讲澳洲3年前或者是几年前3到5年前其实极度的反中现在其实有一个慢慢的转变那个转变可以说是蛮大的是慢慢转变过来。那我们再来看看另外日本的态度在川普上任之后，其实全世界对于美国的看法都有一些转变，包括这个英国媒体就报道说，印度打算暂停对日本13年稀土出口协议，优先保障国内供应因为其实印度现在也担心了呀，如果中国的这个稀土有某种程度的管制，那他自己也要保留一些嘛。但日本现在怎么办呢？他就去跟中国大陆的商务部交涉希望说开放少部分的稀土出口，在商业用的这一些已经获得批准了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美中的这个所谓僵持不下的一个战斗就看看最后谁会先跪下。现在有一个报道是说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华府现在还留了一手对于这些晶片的这些设备的制造设备的出口，它留了一手，可能会更扩大的去做更严格的管制，包括切断更大范围的晶片制造设备销往中国。那另外呢，这个川普的态度大家也知道TikTok 这件事情，他已经第3度延后了，因为本来他就威胁他嘛，你要卖给我你不卖给我美国我就禁。结果延了，再延一次，再延90天。那这个关税这件事情，川普自己说我是关税人怎么样？我就是关税人。可是现在很多效应已经浮现了，包括有一些商人他就反映说，其实不只是增加30%或40%的关税，这有可能增加高达70%实际关税这是一个家具的一个进口商他说因为30%是对中关税没有错，可是还有增加什么？对于铝钢这一些的额外进口税，你堆叠起来就是70%因为他们这些是制造业的嘛。还有包括您看到的这个关税之争已经有一些小商家或商人很不爽，所以美国有一些玩具商自己去告川普，说他越权。那你也可以看到在法院这里第一次已经进入最高法院这边要做一个审理了。那另外 G7 在加拿大进行中，可是习近平呢同一时间也出席中亚峰会他在这一场峰会里头喊话说，关税战没有赢家，注定会伤人害己，并且他宣布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条件，他无偿援助中亚15亿这是外交创举，他要签订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您看到这是17号，他出席在哈萨克举行的中国以及中亚峰会，跟中亚5国签订这个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那要这个从今年开始向中亚国家提供人民币15亿元，大概是新台币62元的无偿援助。提到是现在世界各国的民调一直在出来因为从川普上来然后大家在做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还有几个大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的评估。皮尤他那边在上个月其实就已经有一个调查，他们就发现
这个中国大陆的好感度已经从过去的负面变成正面了，而美国的好感度从正面变成负面，就是双方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那是全面性的，对于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做了调查啊，这个普遍性，所以他们就开始像 Ego 就是法国的回声报，蛮有影响力的一个回声报，昨天也登了一个新闻出来，也就是说他们也做了这个调查。这个调查就是有关于对于中国的好感度跟美国的好感度，结果中国的好感度已经上升到49%，而美国跌到只剩下46%，也就是国际之间对中国的好感度已经超过对美国。那另外还有一个研究就是关于软实力的问题，软实力就是 Years of Nine 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是硬实力，一个是软实力。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创作、人文交流等等的，还有包括科学进步等等，它总合起来的这种力量。结果他们算出指数的时候，这个中国大陆从第3名排到第2名，超过了英国，成为全世界第2大的软实力的一个强国。那您现在所提出来的有关于澳大利亚的自己本身对于澳大利亚的公民所做的一个调查的时候，大家发现就是说，好像从川普上来这半年，整个世界的局势对于这个中国的评价已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翻转。我觉得这个很大的一个翻转，一方面是来自于马斯克的贡献。为什么？因为马斯克他成立这个也就是政府效率部的时候他把这个民主基金会美国的国会CIA 的那些反中、仇中然后去攻击中国的那个预算300亿的预算都拿走了。大家才恍然大悟说，原来每一天有这么多的国际的媒体记者就是尤其是以欧美为主，还有台湾，还有就是一些华文报纸、日文的一些报纸，有很多的记者，原来他们是拿了美国人的钱，也就是美国的国会，还有民主基金会，还有 CIA， 他们就养一堆记者，照三餐骂中国，就天天骂，三餐骂了这么多年以来然后中国大陆好像被大家骂到，然后结果马斯克把那个钱拿走了以后，因为那些记者、那些大媒体他拿不到钱了拿不到钱了以后，还有一些新媒体拿不到钱了，他们没有钱就没有动力再骂了，再没有骂了以后，一下子中国大陆回到原形了，也就是这个就是中国，大家才看看原来真正的中国是什么的时候，突然间对中国大陆的好感度开始往上升了。你想想看，这个认知作战有多厉害？这个就是为什么民进党一直要搞认知作战，花那么多钱，还在养1450，就是因为他发现搞这个民主基金会这个钱真是很有效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来看看欧洲人民的态度改变了吗？来，彬哥，我觉得澳洲人态度会急剧转变，这是正常的，不转变我觉得才比较奇怪。那台湾呢？对那台湾是奇怪的地方，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你自己想想看，如果你是澳洲人，我把你当副警长当那么辛苦，出钱出力，到处帮你跑腿，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他在经济上被中国大陆制裁，换来的是我跟美国要的东西都要不到，然后换来的是我不跟法国买潜艇，把单转给你，结果你潜艇不给我。换来的一直都是这种拍康的东西那你是澳洲人，你会觉得爽吗？更何况现在关税战了，他要把澳洲人豁免吗？也没有他还是对他打关税你是澳洲人，会不会气不打一处来？这是简直莫名其妙到极点。这个时候还会信任美国？那这个澳洲人也是始终不知道嗑了什么。那说真的啦，那会看好中国大陆其实也不奇怪，为什么？因为以前美国是代表国际安定稳定的力量，现在美国是那个作乱的力量，它在全世界到处掀起各种风潮。那如果你是澳洲人的话，你会觉得美国会是未来的那个世界霸主？如果想到还是这样，你会不会想到心里头都胆寒？你至少会相对选一个相对稳定的力量，而且中国大陆这几年也是实力快速逼近美国，这是全世界都看到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谁会取代美国的位置，其实看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也就是你美国如果继续这样捣乱下去，中国大陆可能很快就会取代它的地位。那如果美国自己重新站稳脚步，
重新发展起来，也许可以把这个时程拖长。那问题要看美国自己怎么想。那现在因为这个关税战掀起了这个稀土战，显然美方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不要说去帮助其他的盟国，他自己都没辙。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他手上扣着的都是什么？扣着还是关税啊，要不然就是 TikTok 啊这一些相对薄弱的武器、晶片啊这些东西。可是不要忘了 ，TikTok 你真的把它停掉，对中国大陆有什么损伤？其实没什么损伤，那就是一家商业公司而已。那如果你去停掉晶片，实际上你现在也停了，其实根本就对中国大陆来讲有损伤，但是损伤没有那么大。那你还能够再制裁中国大陆什么东西，也很困难的。所以美国拿不出更有效的办法出来。你知道，美国如果再继续加码，就好像最近台湾也宣布我们要制裁限制华为跟中兴。华为跟中兴一点感觉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早就没在跟台湾做生意，所以他就没感觉，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啊。所以接下来美国会面临到无牌可用的一个窘境。那问题是接下来谁会开始受害？是美国自己的厂商开始受害。他会发觉一个一个东西怎么突然都变得那么贵。然后川普最奇怪的奇思妙想就是，他认为他对全世界加了这些关税，搞了这么多制裁之后，他认为美国内部的这个商业会兴盛，制造业会兴盛。可是事实恐怕刚好相反，你会带着全世界的经济跟你一起凋零。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 ，G7 正在举行，而另一个时期，我们看到中亚峰会也登场了，将军。我们打开地图来看，你会发现，其实中亚的位置刚好位于欧亚板块的中间位置哈。事实上，在地理上面，这个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很遗憾，以前因为这个地方地形来讲，不是高山就是沙漠哈，所以说很少开发，交通也不方便。那当然，这个地区很多都是那种部落游牧民族，所以说这个治理上面也比较不好治理。那现在来讲的话，由于交通便利、交通发达，那中国来讲很用心的经营中亚这5个国家哈。第一个来讲的话，他希望能够让这个地方老百姓有钱了，有钱以后就会少掉很多的这种恐怖攻击的主义会发生。那我觉得这次中国区那边哈，第一个我想要最高兴的应该是哈萨克，应该是西伯利亚力量2号的天然气管道会从哈萨克这边拉进来，应该是已经定案了。另外来讲，我们看到最近很多这个中国跟欧洲这边的所谓“一带一路”的一路哈，路上丝绸之路会从这边经过。我们看后续来讲，马上中吉乌铁路马上就要开通了。另外，中欧班列也会从这边经过。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当这个伊朗跟这个以色列发生战争的时候，中亚反而更凸显它地缘战略的一个重要性。因为中国来讲，势必要稳住它这个后院。如果稳住后院来讲的话，它才有那个，不然的话，后院如果说一旦失守，那是非常严重的。那现在来讲，由于说是俄罗斯、苏联解体之后，以前这个地方是属于苏联的这种加盟国嘛，那现在苏联解体，那中国刚好利用这个机会，那个一边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在发生战争，他也没有力量顾到中亚这边来。那伊朗这边来讲，又现在来讲面临战乱，我觉得让中国有很好的一个这个机会可以去发展它的一带一路，尤其是陆上之路。